在刚过去24小时内，印度以超35.2万例的单日新增确诊数再创全球纪录，连续12天新增超20万，连续5天新增超30万。疯狂的疫情正把印度推上风口浪尖。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新一波疫情风暴已动摇了整个国家。面对印度疫情的失控，世界多国纷纷表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此前婉拒印度求援的美国，也在国内外的批评声音下改口，决定向印度提供的医疗援助。印度新冠疫情全面失控，进入至暗时刻。据印度卫生部周一公布的最新数据，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352991例，再现日增新高；新增死亡病例2812例，累计死亡195000多例。目前，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1730多万例。严峻疫情引发氧气等医疗物资短缺，药物成炒卖对象。德里地区封城措施延长1周。ये सर कहेंगे कि अगर 3 लाख से ऊपर केस आ रहा है तो लॉकडाउन करनी चाहिए, सुरक्षित रहना चाहिए, अपने काम से घर से निकलना चाहिए, बिना काम को तो निकलना चाहिए, मास्क को देखना चाहिए, दूरी रखना चाहिए। 印度的医疗体系面对重大压力，不仅床位及药物不足，医用氧气更加严重短缺。有锡克教寺庙就为患者提供医用氧气，让他们在等候入院期间可以稍微舒缓症状。有医生发布视频，恳求人们遵守防疫规定。We have to literally manage patients at home with oxygen, and this is not something we are enjoying. So I really want all of you to follow a few things that I really am requesting you to follow. So most importantly,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f. Right now, COVID is everywhere around you. Please keep yourself very well masked at all times. 除了缺氧，治疗新冠患者药物亦短缺，其中瑞德西韦黑市价暴涨，据报每剂叫价高达$1000。印度政府预测，该国这一波新冠疫情可能于5月中旬达到峰值，届时印度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将高达50万例。继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和首都新德里之后，北方邦将成为下一个疫情热点地区。印度去年已曾经经历严峻疫情，但当时全国实施严格封城，经济活动暂停，氧气厂几乎集中产能向医院供氧，加上道路畅通，令医院获得充足物资应对疫情。今年3月起，印度放松了防疫，选举、聚会等活动中，民众防范措施薄弱，加上疫苗短缺、接种比例较低，使得第2轮疫情失控。I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like last year, then it would have been okay. Nobody knew about it, but they got a year and they wasted it completely on election rallies and all the other stuff. The country, I am feeling very bad. I have money, I have everything, but I can't save my sister. Because no bed, nothing like that. No gas, no oxygen, no bed. Where we can do, where we can go.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发文分析印度疫情表示，印度累计感染率为1.16%，离群体免疫70%的水平，估计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还要额外至少死亡数百万人。即使印度现在马上加快疫苗接种，也已经来不及了，更大的爆发还在后面。4月22日，小米公司宣布向印度各地医院捐赠1000台制氧机，有印度公司表示已经从中国采购了500台制氧机。4月28日前可在印度医院投入使用。周一，外交部发言人再度表示，中方愿帮助印方抗击新一轮疫情。中方一直高度关注印度的疫情形势发展，对印度国内近期疫情形势恶化表示诚挚的慰问。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表明愿意帮助印方抗击新一轮疫情，目前双方正就此保持沟通。在中国率先伸出援手后，此前冷漠应对求援的美国政府周日终于表态。周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推特发文称，在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交谈后，确定美国将向印度立即提供生产印度国产疫苗 Covishield 所需的关键原材料、治疗药物、快速诊断试剂盒、呼吸机和个人防护服的供应，并考虑紧急提供医用氧气和相关物资。随后，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先后转发了
沙利文的这篇推文。拜登写道：“就像疫情初期我们的医院紧张时，印度向美国提供援助一样，我们决心在印度需要帮助时向其提供帮助。”美国总统、副总统以及政府多名官员接连发声表态，被认为是开展危机公关。此前，印度最大疫苗生产商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阿达尔·普纳瓦拉在社交媒体上向美国总统拜登喊话，要求美国尽快解除疫苗原材料的出口禁令，但美国对此消极回应。近期，印度舆论纷纷谴责美国，有新闻网站甚至称美方这种做法是疫苗黑手党行为，反美和反西方情绪在印度社交媒体上爆发。此外，美国仍存有3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由于有可能引发血栓症状，美国医药监管机构尚未给予这款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周日表示，美国可能考虑把这批疫苗运给印度。世界多国纷纷表示向印度提供支援，英国和欧盟国家表示将提供氧气和医疗方面的紧急援助。与印度有领土争端的巴基斯坦也表示愿为印度提供医疗设备和物资。该国非营利慈善组织艾德西国际基金会称愿为印度提供50辆救护车。俄罗斯媒体周一发布消息称，该国正计划向印度提供制氧机和氧浓缩器。截至目前，已有将近30个国家表示向印度提供援助。